不愧是中国最冷的地方，我感觉我这个眼睫毛被一颗一颗的冰霜连接起来了，有点睁不开眼睛啊。都说40来度了，40-50度呢。内蒙古根河市是中国最冷的城市，曾创下中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温，零下58度，冒着无人机被炸击的风险，我拍下了这里冬天极为罕见的风景。大家早上好啊！现在根河室外的温度是零下27度，体感温度是零下32摄氏度。我就把我所有的衣服，总共5件衣服穿上了。哦呦，好细长的狗啊！冷极58度宾馆，这些是搞直播的人回来了。我跟我老家广西那边的朋友聊天，这几天他们说那边还挺热的，就是20多度，接近30度，有时候热的还要开风扇。同样是在中国啊，然后两地的话相差接近60度，就挺不可思议的。这不戴口罩啊？这哈气它就粘结成这个霜哈。对，就这么这天气冷啊，外头冷了，完了这喘气儿，这个哈气完了顺着口罩上它喘气。你觉得现在是很冷的时候了吗？就没到冷的时候，这才20多度，都说40来度了，40-50度呢。那边红白相间的烟囱啊，冒着滚滚的这个白烟啊，那里就是根河市的这个供热厂啊。像根河市的楼房源源不断的供应热水，以达到给居民保暖的目的。前面就是根河市的市中心了，距离我住的冷极58度宾馆大概500米的距离。我要一个这个玉米饼，1块钱。好，这里就是根河市最主要的集市早市啊，但现在起得太早了，还没开始营业，街上人都哈着热气啊。这个十字路口还没有红绿灯呢，我才发现。那街上都没什么人，出那么早。啊，有学生上学的，完了能起来拉2分。啊。我打车来到了一个地方啊，桥上有好多的国旗啊。刚才咱们逛的那个是市中心啊，因为没什么居民啊，所以我就看到远远的山上已经是白茫茫一片了，树上很多的冰挂，所以我打车来到了这个桥这里。从这个桥呢有一个栈道通往山里面，咱们去山里面看一下那些漂亮的这个树挂。这的国旗有几十上百幅呢，你看，这两边都是国旗啊，而且外面也是国旗。这条是根河啊，根河这座城市就因根河而得名啊。根河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县级市，由呼伦贝尔市代管。它是中国纬度第2高的县级市，仅次于黑龙江漠河市。根河市地处大兴安岭腹地，呼伦贝尔大草原北部边缘，森林覆盖率达73%，冬长夏短，全年无霜期，平均为70天左右，节冻期在210天左右，全市年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而眼前的根河是中俄界江、黑龙江上游支流额尔古纳河的支流。但到了桥上以后，感觉这个因为有风了，这个风吹过来像刀刮一样，所以我把我这个带上。它有风的话，你会感觉比没风的时候冷了大概5-6度呢。不要把脸给冻伤了，这边保暖是要很认真对待的。
前几天阿树频道刚满2岁，好似一个咿呀学语的婴儿，长大成了一个会走路的小朋友。记得前不久突破10万订阅者时，那种难言的喜悦依然历历在目，而才过了没多久，就来到了13.5万的订阅，涨粉好快，十分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坦白说，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看见，既开心也倍感压力。阿树没有团队，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去完成。我呢，还有许多可以提高的地方，请多给一点时间来学习，我也在慢慢进步。再次感谢大家。你看这无人机飞回来，它的螺旋桨上都连接了这个白霜啊。你看它这么高速旋转都能连接成霜，太不可思议了。我现在在中国最冷的地方，今天才-28摄氏度，我就经历了我人生很多的第一次，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刚才飞无人机飞10分钟嘛，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眼睫毛上在结这个白色的那个固体，我不知道叫霜还是叫这个冰啊，然后我就感觉眼睛有点不好睁开，它一颗一颗的凝结在那个眼睫毛上。如果说我把我那个眉毛露出来的话，我现在的眉毛都挂满了这种白霜啊。我看了一下，好像方圆几公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还有一个挺夸张的事情，因为我刚才操控无人机的时候呢，我必须要把这个拇指露出来嘛，因为他戴着手套是不能按那个按键的。大概录了大概30秒钟的一个时间在空气里啊，我就感觉我这个拇指就冰痛的。哇，这个不戴手套真的是1分钟都受不了，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看我前面的影片的话，你会知道我来东北已经2个月了，我经历过很多白雪覆盖的这个城市啊，像伊春、黑河、漠河，但是呢，我感觉这里是最冷的。我是从那边走过来的，然后呢，这边有一条那个栈道通往山里面去的。不夸张的说啊，如果你没有这些防寒的衣物的话，在这种极寒的冰天雪地里面，真的是会死人的。迄今为止，我人生中最印象深刻的2次极寒回忆，一次是在中国最北乡村北红村，另一次就是在根河市的这座桥上。在这2个地方，为了航拍，我脱掉手套，时过境迁，那种彻骨的寒冷依然清晰如昨。我要把相机放在这里用一下，真的好夸张啊！我刚才这个拇指嘛，就是这样露出来，就这么露了大概1分钟左右吧，我就觉得冰痛的，特别夸张。你像它背着阳光，那些树的话，它的树冠就比较浓啊。如果它迎着阳光的话呢，它的树冠就没那么浓。这还有一座桥叫香柱桥啊，这真的漂亮啊！你看现在是早上7点多的一个太阳，把这种挂着冰挂的这个树的剪影给勾勒出来。完全结成这个冰面的一个根河啊！你看上面的那个小脚印就是动物的。同时呢，我也感觉啊，越接近这种山区，然后呢越接近这种开阔的这种室外，它的温度呢要比那种城市里面很多楼房的地方呢要冷上个几度。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飞机的电池只要够20%，它就能起飞了。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它需要达到50%以后，它才会启动。不然的话，它会提示说这个飞机需要电池预热或者需要充电。这就是极寒的环境下对这种数码设备的一个影响吧。我看到前面那一片林海雪原被阳光照亮了，特别漂亮。
我的天，在这里能看到很清晰的那一片林海雪原，但是飞机飞过去以后，我感觉摄像头被凝结了一层白霜啊，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跟人眼看到的完全是两回事。现在基本上可见度完全看不清楚，这个无人机的摄像头被凝结了一层白色的东西，什么都看不见了。现在大概我这个手露在空气里面大概30秒，我就觉得受不了了。我手套呢？此时飞机上的障碍物监测仪因为凝结了一层薄冰，它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呢，无人机处在一个半失控的状态，不太听从我立即返航的一个操控。我玩无人机有6年了，从未遇到过此种情形。坦白说，我是挺紧张的。你看一下这摄像头，那个摄像头已经结了一层这个薄薄的冰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前在漠河、在黑河、在伊春呢，也是这个雪花纷飞的，也是很冷，但是无人机从来不达到这个说摄像头都被凝结了一层白霜的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你看这螺旋桨。不仅无人机的这个摄像头凝结了一层白霜，包括它的这个叫障碍物监测器吧，也是凝结了，所以它也是监测不到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它就一直提示你这个可见度很低，可见度很低，一定要立刻返航。我现在擦还擦不掉呢，这个白霜已经是很硬的了啊，太夸张了！我感觉我还是低估了这个寒冷，因为我没有穿棉袜，所以我感觉现在这个脚都快成一块冰块了。还是会忍不住觉得挺可惜的，那一片林海雪原，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真的是特别漂亮。奈何无人机飞到那个地方以后，就凝结了一层白霜，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凡事咱们也不能强求吧。我现在这个脚趾特别痛。中国最北的城市是黑龙江省漠河市，而位于漠河以南约300公里处的根河市才是中国最冷的城市。这听起来有点费解，如果你想了解其中的原因，可以翻看这集影片。我们能看到一些这个居民在这个河边散步，因为一直待在比较闷热的这个有这个供热的一个房间里，楼房里面的话，还是不太舒服的。所以一些人即便很冷啊，他也喜欢出来走动走动。您来这里，我上你这面对对啊，好，我就跟着你走，就不用管。前面2位大姐啊，然后呢，我看他们没戴手套，我特别震惊。然后呢，我问了一下，他们说他们是本地人，比较抗冻。你看这些树啊，它特别像那个鹿茸，也就是驯鹿头上的那个犄角啊，很漂亮。来了，车来了。去那个爱民市场那里。你看我这个到了车里比较暖和以后，它这个结在上面的这个冰霜就慢慢融化了。冰霜融化以后，感觉我这个面罩都湿了，就是被水给浸泡过一样，还挺不舒服的。我宁愿它是这个冰雪。它最冷的时候，这时候都得开灯，跟雾天似的，你啥也看不着。啊，就因为太冷形成那种的结晶那种。啊，跟雾就跟夏天的雾似的。哦，就白茫茫一片。对，白茫茫的，啥也看不着。那可见度最短的时候，连100米都看不着。哇！我们到中午11点半了才能看着到。啊，必须得开灯，要不容易追尾。从这儿看到信号灯都看不着。刚才那名师傅告诉我，他们这些楼房啊，它的窗户现在都是3层的。到了更冷的时候呢，就不太上路营业了，因为
那个汽车里面好像说什么油都开始凝结了。这些大豆油的话，它里面已经是一个凝结的状态了，凝固的状态。哎，现在回到市区以后啊，不知道是因为我刚从那个暖和的车里出来，还是因为这个市区嘛，它就更暖和一点了，感觉。哦，这里好暖和呀，甚至有点热，要一件一件脱。室内室外相差50多度。啊，就是静电，静电。让你手干有静电。就我基本上摸一个地方就被电一下，我就是今天被电了，感觉有20-30次了。摸个水龙头都能碰出那个电花。我们有时候碰完就叭，就是跟打火似的。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时候就屋里边啥的都干燥。我刚才在这航拍了有10来分钟吧，然后我就听到很多那个来来往往的车辆，就在这里的时候就打滑，发出那个呲的声音。特别是如果你不是直行，你掉头的话，那个声音就更大。包括刚才一位妇女啊，就路过我的时候，她差点就滑了一跤。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凹凸不平的，这些都是那个冰溜子。你像我刚才出门走了大概20分钟，我就滑了2次，2次都是就是我平衡下来了。如果是稍微年纪长一点的，可能没平衡的话就摔了一跤了。我就是刚才用力平衡的时候，我的腰差点都折了一下。所以我们能看到，像这里的这个车也好，行也好，或者是这些骑单动车的也好，它都是很慢的在行，好像放了这个0.5倍速一样。就因为你开快的话呢，你不好刹车，而且还更危险。这好像是一辆载满煤矿的火车经过。严冬时节，根河市街上几乎看不到任何普通游客的身影，但这里却是许多极寒挑战者最热门的目的地。因为中国冷极、中国最冷城市、零下58度这些标签，根河市吸引了不少全国不同地方的主播纷至沓来，在根河边的荒地上搭帐篷、露营等，进而形成了所谓的冷极新村。那个村子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刚有，今年冬天刚有。啊，我听说咱们本地的一些文旅部门还给这些网红送一些煤炭啊，一些猪肉是吧？是吧？
去支持他们的工作。对，像咱们这个根河市有多少人口啊？现在有3万来人，2万多人。3万多，2万多。2万多，常住人口2万多人吧。啊，好像是比以前少了一些哈。少太多了。孩子们上学都走了，一走一家人。啊，走一家人。近几年流失了多少人呢？您觉得？最多建市18万人。啊，建市的时候有18万人，那现在只剩2万多，加上乡镇的人口4万多啊。对。下大坝了。没看着，刚下大坝，刚在里头呢。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的还不错，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而探访冷极新村的内容将在下集和你分享。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